对，没错。当你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就表示我又加班自作虐了。老实说，我真的以为只会出一部《电狱判客：边缘行者》的影片，因为前面还卡了蛮多片还没有做的，而且紧接着11、2月还会上映《黑豹2》和《阿凡达2》，后半年的行程可以说完全塞爆啦。不过随着影集的热播，看到许多讨论都谈到剧情其实俗套跟很好预测，这又不禁引起了我的好奇，这部动画是否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过人之处，让一个不算新鲜的故事能引起如此热烈的回响呢？结果不注意还好，一生就真的吓一跳。Trigger 在新三色的表象下藏了许多值得一提的细节，所以就决定再出这支片和大家好好聊聊这些你或许有看到但没注意到的叙事和画面巧思，同时也会结合编剧技巧解构这短短10集的影集如此成功的真正原因。刚好上集谈的比较像是观后感和世界观补充，这部影片也能算是对上支影片的补充说明，也因为会对画面和故事抽丝剥茧，所以势必会涉及大量的剧透。强烈建议还没有看过这部影集或上集介绍的学伴们，一定要先去看完影集和我们的影片后，再继续观看剩下的内容，这样也会更容易吸收与理解哦。另外解读上会有一些个人的观点，如果和你的想法有落差，就请当作是多一种角度看影集就好咯。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里，本频道致力推广影视作品背后更多的可能性，内容包含深度点评、影剧推荐、影视趣闻，以及各种技术解析，不定期还会有超可爱猫猫彩蛋与你作伴哦。如果你也跟我们一样喜欢电影，就请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你的支持就是我们努力更新的最好动力哦。如果 Cyberpunk 2077是 CDPR 将 Cyberpunk 2020桌游转换成游戏所做的一次加法，让玩家们透过层层递进的事件与任务，自由探索与体验夜之城的开放式冒险，那么 Trigger 承袭了 Cyberpunk 2077的电狱判客边缘行者，就是对世界观所做的一次减法。如何在短短10集的篇幅内，让玩家们直观感受到这依旧是他们熟悉的夜之城，并让没接触过游戏的观众们对这陌生的世界心领神会。一个有趣的故事只是基本，更重要的是如何说好这个故事。从结果来看，或许很简单，不就是将重心聚焦在大卫这个还没有被社会荼毒的年轻人，如何被现实压迫，一步步走向充满犯罪的生活，并在2大企业的权力斗争中尝试做出自己的选择吗？但 Trigger 所做的远不止如此，他们并没有一开始就丢一大堆设定要观众自行吸收，而是采用像是好莱坞式的3幕剧叙事结构，以事件推动角色行动，再让观众看到行为对角色的影响，借此展现角色的变化。以第1集为例，开场我们目睹的即是夜之城最黑暗的一面。发狂的神机错乱者与警察镇静特勤组正面对决，在一阵令人错愕的枪林弹雨后，画面随即切换到大卫拿下幻武机，对体验赞叹不已的感想。就算我们此时不清楚幻武机神机错乱的意思，也一定能直观感受到把死亡记录做成影片的荒谬，以及夜之城对暴力习以为常的病态。而用画面展现世界观的部分不仅如此，如何让观众了解大卫的家庭状况，一台忘记缴钱的洗衣机就说明了一切。踏出家门就有游民，公寓角落堆满了垃圾，上学路上的当街抢劫，路人的堕落都表露无遗。随着大卫搭乘列车到高级学区后，又是另一种不同的样貌。白领阶级悠闲地坐在地上冥想，道路几乎不见垃圾落地，浮华的鲤鱼投影在头顶悠然自得，仿佛同处一座城市的2个世界。类似这段没有任何对话与互动的片段，光是第1集就出现了3次，分别是上学途中、刚出车祸后以及母亲离世时。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人说这是因为经费不足，所以 Trigger 只能用重复的画面。真是让人有点无言。事实上，这3个片段就完全体现了 Trigger 用画面说故事的高超技术。第一次上学时，我们看到的是对日常索然无味的大卫，在列车上看到失火大楼的不以为意，到途经案发地点时回忆起幻武的一丝笑意，在等红灯与搞坏上课设备后的不停抖脚，
都自然地用行为表现出大卫心中普通少年略带叛逆的性格。不过在遭遇车祸后，大卫的心境开始出现转变，内心对体制的不满，因为母亲的伤势和经济的困顿，越发无法压抑。面对有钱同学的反应，也不再只是抖脚而已，就连脑袋也不自觉地在墙上摩擦。但此时的他依旧选择遵守社会规则，不想起冲突。然而当受到同学霸凌与得知母亲过世后，他的世界一系崩塌。捧着毫无温度的骨灰走在熟悉的街道上，一切都与前2次经过时一模一样，对大卫而言却已物是人非。看着已经被洗净的案发现场和灭火的高级公寓，如同他的遭遇一样，这座城市只会将不好的一切掩盖与隐藏。不幸对人们来说只是他人的问题和娱乐来源，直到自己成为那个被意外找上的对象。3段一样的画面，却有截然不同的感受。光是这短短的20分钟，我们就完全能体会小丑曾说过的那句：让人发疯只需要糟糕的一天。大卫的不幸之所以能让人感同身受，不只是因为霸凌或母亲过世的不幸，更多的是社会将问题推给个人，宁可检讨被害者的过失，也不愿放下利益给予协助的真实写照。回到开头时所提到的3幕剧戏剧结构，有看过我们之前影片的学伴们应该都对此不陌生吧。这里我们再简单的说明一下，所谓的3幕剧是商业电影中常使用的一种戏剧结构，将约2个小时的电影片长以1:2:1的比例分成3部分。第一幕主要讲述的是主角是谁，他的状态、身份、危机与困境。通常在结尾时会发生一起突发事件，让主角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这个抉择将会导致他再也无法回到事件发生以前的生活。没错，在《电狱判客：边缘行者》中，大卫面临的突发事件就是那场车祸，而他无法回到原本生活的决定，则是植入了沙德威斯坦。不过如果依照前面提到的1:2:1的标准来看，会发现第一幕应该要有 2.5 集的篇幅才对。但 Trigger 将速度加快，只花了1集就让大卫走上成为电狱判客的道路。这点与他们过去热血到溢出荧幕，拼命嘶吼想让所有观众吸收作品思想的风格有明显的差别。这次他们选择让观众自己去感受和理解，所以你不会看到大卫和朋友闲聊的画面，不会看到他去打工补贴家用之类的日常。这并不是动画组不想做，而是深思熟虑后的取舍，包含不去特别解释幻舞、神机衣、植入物等专有的名词，为的都是让角色能更真实地活在这座夜之城，同时紧密围绕神机错乱这个主题。这种收敛感也在后面的集数不断出现。随着大卫痛揍曾霸凌自己的同学后，故事正式进入第2幕，这时就是配角们登场的时候啦。我们在看到一段与第1集相似的画面后，大卫终于遇到了曾经一闪而过的露西。随后2人的相处与曼恩一伙的相遇，到第4集大卫正式加入小队的过程，都可以看作是剧本中的玩乐时光。顾名思义，就是制作组发挥所长与满足观众期待的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浪漫到不行的月球约会，Trigger展现自己一贯夸张风格的飞车追逐和血脉喷张的战斗场面，以及逗趣幽默的大卫成长经历。但在欢乐的同时， Trigger 也没有忘记在第1集表现过的画面叙事手法。许多看似一笔带过的部分，其实都隐藏了重要的讯息。像是网络上蛮多人说的露西的感情线转变得太快，实际上 Trigger 也透过画面暗示了许多2人的心理变化与细微的互动。第2集2人相遇时，露西明显是对大卫有一定程度的好感的，不然没必要带大卫回自己家和看幻舞，直接找个地方拖延时间等团队来就好。或许他已经预料到后续的发展如何，但看得出来他并不希望大卫加入。结合他曾经是荒坂实验体的过去，就可以推测，当他检测到大卫安装沙德威斯坦时，就明白他已经踏上了不归路。对曾经是过来人并想离开这样生活的露西而言，他不愿再看到有人因此深陷泥沼。但既然自己无权阻止，那最好就眼不见为净，所以才会转而摆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不过在大卫的不断成长与曼恩凑合下，
露西还是渐渐与大卫产生联系，起初也只停留在教导大卫如何生存，并没有想要进一步发展关系的意思。直到大卫在神机戳烂者手炮下救了自己，露西才意识到大卫已经具备了成为一名电狱叛客的资格。这里也有对照的细节，在第2集时是露西救了大卫后在神机意外等他，到了第4集反过来是大卫救了露西后在外面等候，而大卫开枪的部分也与之前的桥段有所呼应。当雷贝卡教他射击时，他连标靶都下不了手，但他却可以为了伙伴毫不犹豫地扣下扳机。这或许也是露西喜欢上大卫的原因，在内心深处他也希望能成为不顾自己拯救他人的人，但曾经逃跑的经历让他对自己失去信心，所以大卫的一句会带他上月球如同阳光映入心间，让他终于鼓起勇气接受了自己的感情，同时也想成为那个在大卫背后的守护者。除此之外，Trigger对每一位配角的塑造也是一大亮点，几乎每个人都可以从外表就直观了解其个性和定位。性格豪爽的曼恩，团队支柱朵利欧，耍宝打手皮拉，神秘串网史奇维，可爱兼具火爆的雷贝卡。Trigger 刻意在外观上凸显游戏的朋克颓废风格，个性上则是日系王道的直截了当，保留了赛博朋克近未来感的同时，也很好的让角色成为严肃剧情下的缓和剂。但对每日与枪口相应和刀尖血腥为伍的电狱叛客而言，一帆风顺不过是成虚幻的糖衣。一声猝不及防的枪响，立刻将众人拉回现实。尽管大家表面故作镇定，但皮拉的意外无疑为团队蒙上一层阴影。不过生活还是要继续，任务也是。这时故事也进入第2幕的后半段。如果说第2幕前半段是让观众看到主角如何融入新的生活，那么第2幕的后半段就是反派的逆袭，直至将主角拖入最黑暗的境地。所以在第3集中间人法拉第的现身，就暗示了5、6集剧情急转直下的发展。为了完成法拉第交代的任务，在大卫的建议下，大家先是找到了制作非法换物的导演吉米黑官，并由他牵线成功绑架了荒坂的高层田中，试图从他脑中取得任务所需要的资料。但经过长期改造的曼恩此时却开始出现神机错乱的前兆，在一次失控中打伤了正在骇入的奇维，让露西不得不代替他潜入寻找资料。不料资料没找到，却意外发现了大卫被荒坂视作实验对象的秘密。为了不让大卫陷入危机，露西选择杀死田中，但此举却触发了警报，大批武装部队因此闻讯赶来。而已经无法靠药物医治的曼恩，也在目睹了朵利欧的死亡后陷入癫狂。如果说第1集是Trigger用画面说故事的典范，第4集展现了他们标志性的暴力美学，那么第6集毫无疑问就是从构图张力、剧情安排、情绪渲染综合而成的巅峰之作。尽管我们早就预料到电狱叛客不可能善终的结局，但当这一切发生时，尤其是看着如此重视伙伴的曼恩陷入可能无意识伤害同伴的处境时，我们才会真正明白 CDPR 选择神机错乱作为主题的用意。在一切资源皆被上层精英和企业垄断的社会，人体改造就成了阶级间唯一称得上公平的方式。尽管这出路的结果几乎是无法避免的绝路，人们还是会抓住这地狱中的一缕蛛丝。讽刺的是，所谓的改造人体就会神机错乱的必然，在上层阶级根本不存在。从团队绑架田中时曼恩手炮失灵的细节就可以发现，平民所使用的身体改造大多都是硬安装进去的瑕疵品，什么相不相容、会不会排斥，靠一支接一支的抑制剂就能舒缓，又何必去管什么时候会到极限呢？或许你会想，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谁叫他们不降级装备？不过在龙蛇杂处的环境中，降低装备就是一种示弱的表现。当你变得好欺负，谁还会看你的脸色啊？如果不想走上犯罪的道路，靠资历往上爬就是唯一的途径。但不论哪种方式，都像是田中对大卫所说的，到头来他们都只是企业的走狗。电狱叛客背后最大的金主就是企业，而进入企业工作也只是继续压榨普通的老百姓。无论是爬上荒坂塔顶端，
还是成为夜城传奇，终究都只是被虚构出来的幻想，让人们自愿在理智边缘狂奔，直到跌入深渊。差别只在于谁跑得比较远一点而已。所以前支影片有人留言说，为何不离开夜之城就好？这当然也是一种选择，但夜之城只是社会体制的缩影与放大镜，没有人能真的独善其身。人性无穷欲望导致的道德沦丧，才是赛博朋克思想背后所想探究的病症。而亲眼见证团队分崩离析的大卫，也来到第2幕的最终章，一败涂地。好不容易找到归属的他，再度失去一切。黎明在大楼的间隙的穿洞是如此耀眼，差点睁不开眼的大卫却已心如死灰，试图让自己想象这只是场可怕的噩梦，但眼角滑落的泪水与痛楚是如此锥心刺骨。这一幕给我的震撼，就算看了第3遍，还是依旧五味杂陈，难以释怀啊。然而大卫并没有选择离开这样的生活，他背负起曼恩的理想，加倍改造身体，只为了能在必要关头时配得上一句你做得到。但肉体的强化并没有弥补心灵上的缺口，尽管大卫成为了比曼恩还厉害的电狱叛客，众人倚重的领袖，却也失去了过往真挚的笑容。剧情也在第7集后变得更加黑暗与复杂，过去的事件并没有随着时间烟消云散，而是化作束缚住所有人的无形枷锁。角色们因为思想落差造成的隔阂也更加难以化解。相信很多人应该跟我一样，第一次看的时候不太能理解露西为何不告诉大卫真相。但在我反复思考过后，认为露西之所以杀死田中，是因为难以预测团队知道荒坂在找大卫后会有什么反应。如果是对付小混混那就算了，但对方可是富可敌国的荒坂，曼恩不可能因为大卫就赔上整个团队的性命。再加上这本来就是法拉第用来陷害他们的任务，先除掉田中自然就是最合理的选择。但这个决定却间接导致后续的悲剧。如果事后才告诉大卫真相，大卫就算不怪露西，以他的个性也绝对会认为是自己的错。无论如何，两人的关系都会因此出现裂痕。因此露西才会想，就算无法一起走到最后，但至少自己可以帮大卫去除危险，才会选择私底下行动。所以尽管大卫拥有强大的改装，住上豪华的公寓，获得他人的敬重，他的人生也并没有像母亲和曼恩所说的爬上高峰，反倒有如第2幕衔接第3幕前，因为曾经的一败涂地而深陷黎明前的黑暗，在自我怀疑的漩涡中无法自拔。这一切都被雷贝卡看在眼中，不少人被他圈粉，应该都是第8集他和大卫的这段对话吧。但其实早在团队还没有接纳大卫前，雷贝卡就是第一个找他搭话和坐在他身边的人。娇小的深俊和总是直来直往的火爆性格下，也蕴含着出人意料的细腻一面，像是在皮拉遇害时失去理智的举动，默默装上纪念他的2双大手。在团队重新组建后，他也承担了皮拉过去活络气氛的角色，并在大卫有任何需要帮助的时候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如果说露西是想阻止企业对大卫下手，那么雷贝卡想的就是如何和大卫一起面对眼前的所有敌人。露西的出发点是希望大卫能像个普通人一样活下去，雷贝卡只是全力支持想成为顶尖电狱叛客的大卫。只能说大卫真的很爽。不是，只能说缺一个很好的利用行为上的小细节，塑造了各有魅力的2位女性角色。但对已经出现神机错乱前兆的大卫来说，留给他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因此他明知道法拉第的任务可能有问题，还是为了实现露西上月球的约定，义无反顾地接下任务。这里不得不吐槽一下 Netflix 的翻译，句子的意思有点偏差就算了，这里的25万竟然翻成 2.5 万，难怪有人会纳闷上个月球那么便宜，大卫干嘛还要接任务。拜托 Netflix 下次翻译可不可以多检查一下再上啊。法拉第这个自带邪气的小人也没有让我们失望，得知大卫和露西对企业的价值后，他在奇维的里应外合下利用诱饵抓获露西，并让大卫安装上军用武器金刚。剧情也正式进入第3幕的大结局。
网络上也有许多对于齐维背叛原因的讨论，尽管剧集中给的线索很少，但我们多少可以透过他的行为猜测动机。首先，比起其他明显看重伙伴钱的同伴来说，齐维很明显就是拿多少钱做多少事的类型，所以我不认为他的背叛很出乎意料，或者是为了替曼恩报仇，而是权衡利弊后的结果。一方是有可能神机错乱的电狱叛客，一方是跟双方企业都有关系的中间人。上次自己没有出事是因为不在现场，但下次呢？与其冒着如此大的风险待在大卫团队，不如趁有机会的时候往上爬，这才是最符合齐维这个角色以及他代表夜之城普通人的合理选择。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在夜之城不要相信任何人，受到背叛是自己的错。齐维的命运也如同利用和被利用的牺牲品，最终只能将性命留在不起眼的街道角落。但谁不想掌握自己的命运？谁又愿意被随意摆布呢？齐维最后的那通电话不仅是为了替自己讨回点公道，更是对市井小民身处夜之城无奈与遗憾的最好注解。与之相对的，就是在装上金刚后几乎失去人形的大卫。纵观整部影集，便会发现大卫才是那个与夜之城最不相容的人物。他总是在努力达成他人的期待，试图从认可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一直坚称的特别，说穿了只是逞强与逃避，并下意识为了保护同伴不顾自身的安危。在这个利益至上的夜之城，这种行为只能说愚蠢和找死。然而正是因为如此， CBPR 和 Trigger 才会选择他作为这个故事的主角。正如我在上部影片所说的，起身反抗控制的精神才是赛博朋克残酷世界观的背后真正想强调的人性可贵。尽管已经神机错乱，身体改造的面目全非，但在露西的呼唤下，大卫凭着意志坚守了他最后的承诺。他不会以神机错乱者的身份留名，而是以一个人类的身份为爱牺牲。尽管虚幻，但是露西第一次让他在月球上感受到了刺眼的温暖，而他最后能为他所做的，就是将自己化为那道耀眼的阳光，留给露西最真实的温度。这也是为什么比起赛博朋克2077，电狱叛客边缘行者会更加触动我的原因。尽管游戏中的强尼一手十分具有人格魅力，和主角 V 一来一往的嘴炮也时常令人发笑，但他骨子里不在乎任何人的态度，到最后都无法让我产生共情。尤其是结局如果选择要求若二一起前往荒坂，结果却再度害死这个曾经的老友，当下我真的不知道该作何感受。或许要推翻体制，真正需要的是像强尼这样的人，但我更愿意待在大卫的身边。我们或许无法改变什么，不过至少能在有限的时间珍惜彼此。当然还是像我开头时所说的，每个人有不同观点是很正常的。或许你对角色的见解与我不同，也或许你更喜欢游戏现实向的剧情，但不可否认的是，Trigger 对剧本和画面毫不怠慢的严谨态度，在兼具了娱乐的同时，也留给观众许多值得思考的空间。就算你不喜欢这样的悲伤结局，也必须承认，电狱叛客边缘行者绝对是当之无愧的杰作。好啦，关于电狱叛客边缘行者的一切，终于把想说的都一次说完了。说实话，这是第一次用剧本结构如此深度的剖析整部影集，光是要梳理剧情就花了我不少的心力，还要想角色的动机之类的。只能说打稿时的我有多爽，剪片时的我就有多想哭。唉，中间也速度想要放弃了，觉得做这么长真的会有人想看吗？但我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这部作品，再加上网络上大多都只是观后感和剧评，比较少有深度角色心境与立场的内容。所以如果你看到了这边，我真心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你。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深度解析，也别忘了点选右上角资讯栏去看看我们之前所做过的其他影片，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你对这样的拉片性质的影片的想法。
下部影片也正在全力制作中，就让我们不见不散啦！如果你觉得我做的不错的话，请帮我按赞和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之后的更新哦。电影不只是娱乐，也是各式人生的缩影，它来去之间总会有个画面令你驻足。欢迎各位爱电影、爱人生的朋友来与我们一同学习这门平凡且伟大的艺术。电影学，学电影，我们下回再见喽。